自己。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，日子过得平静，不代表没有惊喜。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，努力去争取，坚持到底。快乐的方式我愿意都遵守给你，无所谓合不合逻辑。哇哦，有时候虽然我也会聊情绪，不过只是无聊而已。哇哦，快乐的心情我愿意都传达给你，只要能天天在一起。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，偶尔受点委屈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哎呀，可怜平时不出声，想不到他会这么大胆，瞒着大姐和她的仇人来往。可怜啊，都30多岁了，难得有拍拖的对象，大姐偏偏反对他们。就是嘛，大姑妈根本不应该干涉大表姐的感情。哎，话不可以这样说的嘞。孩子是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，怎么可以不听父母的话？如果父母错了，那就不应该听啊。父母怎么可能会错的？我们吃盐比你们吃米多啊！对象好不好，我们一眼就看得出了。像上次五姨妈叫我们帮忙看相亲的男方，我们几个一轮嘴就知道那个男人是离过婚的。那后来怎么样？没缺点还会离婚，当然免谈了。妈，离婚有时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。对，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。五姨妈前面3个是父母看了喜欢同意才结婚的，他们一个个结婚后不知道多恩爱多幸福。第4个不听五姨妈的话，结果整天吵架。所以问题就是对象一定要是父母喜欢才行，免得将来后悔。诶，说的这么隆重，跟谁约会呀？没有啦，我去买点东西。跟谁去呀？朋友咯。哦，我也想去走走，我跟你去啦。妈，不行，我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出国深造，我先要去机场送机，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再和朋友去逛街买东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，我要迟到了。爸再见，妈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朋友这么重要？哎呀，年轻人有年轻的自由，你跟着去做什么？反正今天我没有开店，我就陪你去走走咯，啊？刚才我要出门的时候，差一点给我妈抓住我，还听她说了一大堆大道理，说什么找对象的一定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，这样子才会有好结果。我知道，他还是对我有成见，不过我会找机会让他重新接受我。对自己那么有信心，你肯接受我，就是给我最大的信心。想吃东西吗？好啊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爸跟我妈啊！怎么办？快点走啊！快！为什么你捏我？看什么？在我面前看女人？我好像看到想想。哎呦，骗我！想想现在在机场呢。真的没有骗你呢，不相信我们去看咯。好吧，我跟你去看啊！你把想想找出来，证明给我看。找不到就证明你是在看女人。对不起。跑到哪里去了？我真的是看到想想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你看。看女人不承认，还要骗我。我真的看到想想，我真的。
晚了还不睡。哎呀，都是你害我的。我一整天都不在家，我怎么害你了？今天我跟你妈去百货公司看到你呀。你们看到我？害怕了啊？你放心，你妈没有看到。那我怎么害你啦？就是因为你妈没有看到啊，她说我去看别的女人哦，害到我今天晚上啊不能在房间睡觉哦。那不是很好？你现在可以多喝2罐啤酒，然后在沙发上睡觉，要不然我陪你聊天啊？好啊，反正我们父女很久没有聊天了哈。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在拍拖啊？啊？爸，别乱说，妈知道了会问长问短的。今天在百货公司看到的不止你一个人哈。你看到他啦？看是看到啦，看不清楚啊，所以才问你嘛。他是谁呀？啊？他，哎呀，我不能说啦，妈一定会反对的。哎呀，男大当婚嘛，女大当嫁。虽然你妈是挑剔了一点，嘴巴多了一点，她是不会乱反对你拍拖的。只要她人品好，有5个 C，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人品他肯定好，至于妈要的5个 C， 他都有，而且还比别人多了1个。条件那么好，还担心什么吗？啊，你妈一定高兴死的。爸，很多事你不会了解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先帮我保密，暂时不要让妈知道。哦，你是不是要给你妈一个惊喜啊？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保密，我勾手。承认和时间串通，为什么突然间又反口陷害Lion King？喂，你有完没完啊？Lion King被炒呢，肯定是因为他承认整件事情是他干的，你还嫌他害我们彩霞害得不够吗？幸亏兰姐啊体谅彩霞年纪轻不懂事，让她再继续留下来工作，你就别来烦彩霞了。不是的，华婶，Lion King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哎呀，可怜呐，你真的给Lion King的甜言蜜语冲昏了头啦！他这么坏，逼彩霞做这种事情，你还相信他？彩霞，我们走。算了，不用跟他们解释这样多了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你看，现在Lion King他已经被开除了，大家都知道你们2个都在拍拖，啊，没有说你是帮凶，已经是很好了。玉珠姐，连你都不相信Lion King是被冤枉的，要是我不相信的话，我就不会跑来这帮他联络你啊。他说啊，他打电话到你家去，你妈呢把电话给挂了，你妈又不让你去上课，他又不能跑来工厂，那怎么见面呢？所以啊，他叫我来这约你出去。喂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找他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这是我的糕点部。那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我在这里发现什么蟑螂头发的话，我就唯你是问。回去啊！去。厉害啦！啊，跟我作对啦！以前是可丽，现在轮到你啦。我不喜欢的人，你就偏偏跟他在一起。Lion King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啊！你现在又跟这个死人朱慧金在一起啊？你是不是要造反了你？我去做工了。之前你跟我说Lion King逼你，那么现在呢？他都已经离开工厂了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？说话！
不要以为不出声就没有事情。原来一直在我高铁部里面搞事的就是你，现在人赃并获了，没话讲了是吗？你不说没关系，反正警方会帮我们查清楚。不要报警！我说啊！都是他刻薄我们，我才会听时间的话，在高点里放东西的。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做出这种事情，你还想冤枉我？兰姐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些工人没有良心的，炒掉他算了。珍姐，请你让他把话说完吧。这么说，这件事和蓝 King 完全无关，是你陷害他的，对吗？是时间教我这样做的。他说兰姐又是最重视品质，一定会炒掉肥婆珍的。以后还让我和我妈到她的店工作，还答应交我们的薪水。那么上一次为什么你又会冤枉蓝 King 呢？也是时间教我的。他说大家知道蓝 King 跟肥婆珍有仇，肯定不会被怀疑，那我们的事就不会被揭发。哇，你好毒啊！想借刀杀人啊！全部的事都是你引起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上次我妈上厕所就给你当偷懒，扣了足足2个月的勤工奖，时间也只是为我们打抱不平而已。其实真正偷懒的人是你。你不要胡说，我几时偷懒啊？全工厂的人都知道你最懒，你整天不是躲在茶水间偷睡觉，就是躲在厕所里看报纸，把你的工作都推给我们做，还常常乱找借口扣我们的勤工奖。我妈生病，你又不让她去看医生。喂，你好毒啊！你上次帮时间陷害蓝 King 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想把我也赶走哈？兰姐，这种人不可以相信啊！他想把你身边的人都赶走，这种人要报警抓他，要给他一个教训。我来报警。阿珍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内部运作出现了问题，应该我们自己来解决，报警也不是办法，何况这样会影响我们工厂的声誉啊。还有，关于彩霞投诉你偷懒和苛刻员工的事情，我也一定会做个详细的内部调查。哎，可可，你这么快就出院了，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啊？我怕我不在，有很多事情没人做决定。哎，我负责的业绩报告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些工作一直是我在做的，你怎么可以擅自拿去做？是经理交给我做的。什么？是啊，你请了病假，工作才转交给何薇做的啊。这是银行的秘密文件，只有经理和副经理才能知道，经理是不会把它交给你处理的。哎，可可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啊，经理，我提前消病假回来。哦，这份业绩报告可以交回给我了。哦，我看不了，还是交给何薇处理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公司的决定。经理，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就是想早点回来工作。为什么把我的工作转交给何薇呢？唉，你不在，工作总得有人做啊。你刚动完手术，回来就别太辛苦了。你不是曾经跟我提过，银行被收购的事，可能在近期内会明朗化。我一定会在这段时间内争取表现。可是现在，当时你在病假。我在电话里是不希望你担心，其实银行被收购后，是一定会进行内部调整的，可能会有一些人事上的更动，公司会在裁员了。分行和总行都裁退其他部门的小职员，裁员的事不是已经进行得七七八八了吗？这次会动的是中层管理人员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听说你也在名单内。为什么？我还在病假就赶回来工作，我真不明白公司是怎么评估一个员工的表现。就算裁员，又怎么会是我？你先别激动，新公司一旦介入我们银行，
一定需要重组的，而到时内部的凝聚力是必须考量的因素。在工作上，何威虽然没有你突出，可是也算不错啊。在人事上，何威的人缘却比你好。现在讲的不只是 IQ，EQ 更为重要，你明白吗？以为帮经理炒人就立了大功，现在啊好像失宠了。是啊，他回来了，可是业绩报告经理还是让何威去处理。你们说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就要去庆祝了。好，我们就去吃大餐吧。哎，我也想吃顿好的，待会儿一起去吧。我约了人了，下次吧。我想起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，我不去了。哎，看看谁回来了？赖阳King，你回来了！赖阳King回来了！赖阳King回来了！好啊，这 Sam 打电话叫我回来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其实啊，这整件事情啊，都是 Sam 的计谋啊，炒掉这个 Lion King 啊，才能够把真相查出来。你们啊，一个两个啊，当时啊都错怪 Lion King 了。说真的啊，我不相信是你Lion King做的嘞。对不起啊，Lion King，多亏兰姐不追究，让彩霞自动辞职，都是我不好，平时没有好好管教她，还冤枉的你。哎呀，算了啦，彩霞也是因为年纪轻才会被时间骗的嘛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可怜，你做什么？你不高兴咩？哎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嘞。哎，算了嘛，你看我跟Lion King啊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啊，可是啊为了查出这个真相，他还不是连我都隐瞒吗？不要生气啦，演戏啊是要演全套的，对不对啊？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揉揉巴巴的啊！我警告你们啊，不要再来反可怜啊，尤其是你呀、你再来骚扰他的话呢，我就告你非礼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事情都查出来了，他根本都不关Lion King的事，而且你已经知道是在演戏吗？那你还反对什么？我管他演不演戏啊，女儿是我生的，他就得听我的话。我反对他跟什么人来往，他就要跟什么人绝交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跟他脱离母女关系。肥婆，珍姐，不用这么好，叫我珍姐。你一向叫我肥婆，真的吗？你以为我会为了一句珍姐就让可怜跟你来往，想追可怜？你做梦！哎，Lion King，你回来啦！珍姐，Sam出去我去找他。什么事？喂！我警告你啊！如果你趁我不在跟他讲话的话，以后没有叫我做妈。可怜。哎呀，注意啊！你还发什么呆呢？可是肥婆她……你管他呢！注意，他现在都不在这。是啊，我们不会出卖你的。哎呀，快走吧！你看他走很远，快点走啊！你不要跟着我了，我妈说如果我再跟你说话，她会不认我的。我们算了。喂，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总之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我是不能没有你的。我不会让你跑掉。不管你妈怎么反对，我一定要你做我老婆。
找我有事啊？来，先喝杯茶再说吧。不用了，工厂很忙，没事的话我下去了。哎，不急。来，先坐下，珍姐。对了，珍姐，你在工厂做了几年了10多，不止啊，连和你妈妈一起创业20年了。嗯，都这么久了，那你的孩子都应该出来工作了吧？年纪大了，有没有考虑过在家里享享清福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华婶跟狗逼的年纪都比我大，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人踩我？我为什么要针对你呢？你自己说吧。为什么你部门的彩霞会故意在糕点里面放东西呢？那是彩霞的错，怎么算到我头上来呢？你们查清楚了，彩霞勾结时间吗？事情不是解决了吗？事情并没有解决，彩霞已经引咎自动辞职了。至于你部门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情，你不觉得问题是出在你的身上吗？怎么会出在我身上呢？我是管工，我维护工厂的利益，工人一定把我当成坏人，你们应该明白才对呀。那朱姐呢？朱姐也是管工，又不见工把她当成坏人。他会做人哦。对，她就是很会做人，而且还是做个比员工更勤劳的人。你维护利益没错，不过你维护的却是自己的利益。你偷懒失责，刻薄工人不说，而且常常将工厂里面的东西带回家。哎呀，反正我不满意工厂的处理。你妈妈在哪里？我要当面跟她讲。我妈已经将工厂交给我打理了，我的决定就是她的决定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去找兰姐讲。兰姐，我到处找你啊。阿珍，你来了，我刚好在泡咖啡，我们一起来喝。泡咖啡，来，让我来。不用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喝咖啡了。喜欢多加鲜奶、多糖是吗？来，一起喝。坐。我知道你喜欢放山池糖，都有年纪了，还吃了这么甜。这么多年来，如果我工作累了呢，都是你泡咖啡给我喝，或者是送汤水、送凉茶什么的。我也该请你喝杯咖啡了。谢谢。兰姐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呢，多开心哈！那个时候啊，每逢过年过节，工厂要通宵赶工的时候呢，你就驾车出去买宵夜给我们吃，你多有人情味呀！你记得吗？有一年大除夕呢，我们接太多订单了，赶不出货，多惨啊！就是啊，我们两个还一面做一面哭，结果客户来了看见就说不要紧。他先回去吃年夜饭，让我们有时间慢慢做。他迟一点才回来拿柜。对，那个时候真的，我和你都是念旧的人。但是啊，你看那个阿 Sam 啊，一点都不懂得念旧。现在年代不同啦，我们两个也做了几十年的工，年纪也有了。你现在做几个钟头的工，就会觉得有点累。偶尔呢，你会找个地方睡个觉、打个盹什么的，我都可以理解。那么工厂忙起来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时间买家庭用品。偶尔呢，你会带一点鸡蛋、带一点水果、带一点柜、带点卫生纸什么的回家用，我其实也不是很在意。可是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不同了，步伐也不一样。老一辈呢，讲究的是交情；年轻人呢，讲究的是工作的效率、工作的纪律。我们的步伐已经跟不上了，我们又何必像他们这样打拼呢？而且经过时间和彩霞的事情之后，我也看开了，决定把工厂全部的交给 Sam 去打理。但是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所以啊，做了这么多年，你也该退休了。你3个女儿也长大了，应该学我一样享享清福。所以我就叫 Sam 多开一点退休金给你，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以后有空呢，我们2个就出来喝喝咖啡，聊聊天好了。
厂炒人啦！啊？裁员？不是说不裁员了吗？是啊，你要裁几个人？啊？一个是谁？珍姐。啊？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可以买马票喽？是不是真的？我们真的被炒啊？刚才啊，Sam跑到我面包部来，他交代所有以后珍姐的工作都由我一个人负责，我才知道。是真的就好了。换成你当管工啊，以后的日子肯定比跟着他好。用不着老是被他骂。对呀，这种人被炒了，我们真的可以喝咖啡庆祝了啊！哎，你们不要这样嘞，被炒很痛苦的嘞。可是不炒他，我们更痛苦哦。是啊。很好笑吗？妈，你真的被炒鱿鱼啊？什么炒鱿鱼？是我自己不要做。我有了这笔退休金，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可以去旅行去享受。我就算在家里面翘翘脚，也不会饿死。哎呦，珍姐，你要想清楚嘞，现在外面的行情真的很坏。哎，如果你真的想留下，我可以帮你去跟阿 Sam 讲了。哼，谢谢啊，你怎么那么好心啊哈？其实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。你跟阿 Sam 那么好，一定在他面前讲了我不少坏话啊！我告诉你，以我这种人才，我出去随便都可以找到工作，不用你猫过老鼠。阿不懂，都还没有下班，你死蠢的你，还留在这个没有人性的工厂干什么啊？跟我一起辞职。你被炒，我都没有被炒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闭嘴！他说的对吗？你为什么乱打人？关你屁事啊！这是我的家事，你是外人。你走不走？不走的话，以后不要回家。什么？才3点半？哎。
go to Jovanovic. Tell him he made a big mistake. Give him 喂，喂，起来呀！3点多了，回工厂开工啊？开你的头啦！我睡不着，出来陪我聊聊。现在啊？哎，20年，我跟他熬了20年，那个时候一面做糕点，就一面喂Sam吃奶。好了，现在长大了没良心啊，一脚把我踢出来，啊！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多惨啊！过年过节那个糕点呢，哇，赶到天亮。还有啊，有时候兰姐说要研究那个性的秘方，我又陪她熬到天亮。那个时候我们真惨啊！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有。那我刚才讲什么？你看你没有睡过觉啊？回去睡，回去啊！我今天看电视也不要看到你。妈，我看你还是让我回去工厂做工。你要回去那个无情无义的工厂啊？人家吃回头草啊？啊，你要做工啊？新加坡很多工等你做。可是我只会做柜，其他的我都不会做。不会就学啊！喂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偷偷的瞒着我回去做啊，要不然啊，我把你的腿也打断。回去睡啊！谁呀？喂，这么吵，还不去开门？喂，去开门！好了。来了！等一下，我开灯。来啦！大姐，是你呀？喂，都6点了，还不开店做生意？来，我来帮你开店，来。哎呀，大姐，现在才6点15分，你就来乒乒乓乓，你不要睡，我们也要睡嘞。喂，你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怕你以后没有机会睡啊？啊，你们应该早点开门，早点做生意，早点赚钱。你不用找借口，是不是你第一天失业睡不着？喂，讲话好听一点啊，我不是失业，我是提早退休。是人家逼你提早退休。你说什么？哼！喂！好了，阿英啊，时间还早，你上去睡觉，我陪大姐聊聊天啊。大姐，我泡杯咖啡给你喝哈。嘿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咖啡。你知道吗？当年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啊，过年过节要赶工啊，白天赶到晚上，晚上赶到天亮。我们吃什么宵夜？就是一杯咖啡。好了，做了20年了，用什么送我走也是一杯咖啡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喝咖啡啦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我知道。你今天本来不是帮我开店是吧？啊，现在帮我开店，我上楼上洗脸刷牙好。喂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拿来，妈，你做了一整天的家务了，弟让我骂吧。你有空去看电视。又是看电视，你呀，你跟你的舅母、跟兰姐、跟那Sam一样啊，觉得我很有空啊，觉得我老的不能再做工了，一天到晚叫我看电视、吃饭、睡觉。
讲得好听就是说我想亲父啊，讲得不好听我就是废人呐。我去煮饭了。站着！哦，你大胆啊！我跟你讲话，你敢走？妈，最近是怎么了？不是抢着做家务，就是整天骂人。可可，妈心情不好啊。哎，你不知道被人家炒鱿鱼那个滋味不好受啊。我为工厂啊尽心尽力做了20年哈。我为兰姐打天下的时候啊，先还很小，我还一面做龟一面喂她吃奶。好了，她现在长大了，没良心，一脚把我踢出去。哼！妈，从你离开工厂到现在，这些话你已经跟我说了很多次了。我在银行工作已经很多事情烦了，回到家你就吵个不停，叫我怎么休息啊？再说被吵就被吵嘛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你就让我回到家可以静静一下，可以吗？可可啊，其实呢，妈不是这个意思。妈，我要休息了，我真的没有心情再听你工厂的那些事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因为你还没有病好就休假回去工作，在银行里面要受气，所以我知道。可可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有谁打电话找我吗？没有啊，刚才我不在，我出去了。喂，你没有听到可可问你啊，有没有人找他？没有。可可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妈煮给你吃。烦死了，不吃了。吃东西都烦啊！你呀，最没有用就是你。一天到晚躲在家里面骂地，工作会从天上掉下来啊，黄金会从天上掉下来啊！啊，你是不是要给兰姐他们笑你哈？说你没有在她工厂做就没工作了啊？看着我干什么？挖你的眼睛出来啊！我警告你，明天出去找工作，找不到工作不要回来见我。怎么样？他们只聘请熟练的工人。啊，你不要烦啦，干脆回工厂做咯。说真的，工厂真的很需要你。这样 Sam 跟Andy都叫我来问你，到底想不想回去做？怎么样？你不要啦，你跟我说你要不要回去做，这样Andy问起来，我都可以给他一个交代吗？我妈一定不肯的，她叫我出来找其他的工作，就是不准让我回去上班了。妈，真是的，你最厉害就做糕点嘛，她自己被炒就好，为什么要拉你出来？现在又来找新工作，一切从头开始，你心里到底想什么样？你跟她讲吗？她是我妈，我不听她的，她一定不高兴的。其实。我也是很想念工厂里面的朋友。对咯，你想回工厂你就跟他讲啦，不要每次看到他就很像老鼠见到猫一样。有时候对他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你要反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听他的话的啊。除非我像可丽那样，不管他的反对，说嫁就嫁。那就嫁给我啦。这个时候还跟我开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嫁给我吧。给我最大那个，可以吃啊。贵的。哎呀，你就要嫁给我做老婆了吗？我不疼你疼谁？所以一定要买最大的给你。
信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那你看，这戒指的金是真的，我的心也是真的。怎么样，高不高兴？只要高兴，你说啦。不要这样啦，你知道还要问。虽然我不是很有钱哦，可是我的老婆本够我们摆喜酒的了。等我们要结婚呢，把政府主屋重新装修一下就可以了。虽然我没有汽车，可是我还有包包车嘛，可以送你上下班。虽然我的薪水不是很多哦，可是等你嫁给我之后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哦。可是我们讲过我妈那关。肥婆那边啊，现在去跟她讲啦，走。不行。怎么？我妈现在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她现在又刚刚失业，脾气很不好，又认定你在阿森的面前讲她的坏话。如果现在去跟她讲，一定把事情弄得更糟了。我哪里有讲她坏话？你也知道，我在阿森面前帮她求情了，只是阿森不答应而已嘛。总之，迟点才跟她讲啦。啊，还要迟啊？我们要结婚，她迟早会知道的嘛。我是怕跟她讲之后，她更生气。一定反对到底了。这样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难道我们结婚要像我们现在谈恋爱这样偷偷摸摸咩？不要这样啦，等过一阵子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，才去跟他讲啦。哎，你做什么？戴在手上，他一看见，一追问我就惨了。等他完全接受你之后，才开开心心戴上啦。OK 咯。至少不会让你掉眼泪，就算什么都不缺，也别转开你的脸。就算他暂时领先，就算你心里没有空位，我依然张开双臂，随时欢迎你后悔。无微不至，我会做到完美。怎么舍得你就没？一辈子的事情不差几天。